冷暖对比怎么画？冷暖对比怎么画？这个怎么画？就是像是这张图里面，我就是刻意的要去在一些暗部保持一些偏冷的调子，比如说偏带一点紫色，带一点蓝灰色，带一点这种偏冷色的一些东西。然后亮部就是去刻意的往那种偏黄的一个调子去画，就是画一个对比嘛，画它一个对比。然后他们过渡的那些颜色，就是在他们的，比如说紫色到蓝色，或者是紫色到黄色，或者是蓝色到黄色，他们中间的那个过渡去找，就会有一些偏红的一些调子在里面。只是调子这个东西是连续的，你如果完全他们中间完全你不去找一些连接，不去找他们就是色环上面他们中间的一些调子来画在一个过渡的一个地方的话，他们俩会非常的冲突，就是衔接不起来。画衣服的褶皱有什么技巧吗？还有熊的肌肉。画衣褶有什么技巧？这个技巧，我觉得没有什么技巧吧，因为褶皱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褶都不一样。首先，它每一个褶都不一样，每一个褶的宽度、大小还有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要点。然后，就每一个褶能够反射光线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画东西是画一个整体，就画光影也是，不是说每一个褶皱的亮部和暗部都是一致的，它是跟着整个物体的那个形态来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我在画那个，我在改它的那个光影，其实我后面也是改过的。那这里就可以跳走，诶，这里怎么跳了一段？哦，我在准备画背景了。因为这个熊周围会有一些我画出去的那些地方，然后我去把它擦掉，整个去把它擦掉以后，我就开始画背景。我是准备画背景来的。然后这里怎么都还在 K 那个熊的那个细节，先稍微跳一下。这里怎么又跳到人了啊？我的思维真是太跳跃了。先稍微跳一下，因为有些东西都是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的。这里把腿的形状改了一下，因为本身我原来打算那条腿就是被衣服完全挡住嘛，但后来想了一下，还是稍微让它能够有一个发力的姿势，就是两条腿不要分得过于的开，就还是有一定的宽度，至少比肩宽，能够站得住的那种姿势来画那个部分。然后所以把这条腿略微的收了一下。哦，这个部分是在改那个人的褶皱。哦，这里画背景可以不跳了，我往前稍微拉一点。其实我之前是想把这里还是画成是墙壁的，画成是这边的那个墙壁，就是跟它是对立面垂直的那个墙壁。但后来想了一下，因为那种空间感就实在是太小了，空间感实在是不够。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干脆就把这整个这个背景画成是一面墙。因为之前本来设定的是就是外面是就这个部分好像就只有一层，然后后来是把这后面上面的部分也是挖掉了，就是感觉是有一个2层，空间会更高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我画建筑画背景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在行，所以觉得也就只能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然后这里的这个灯我是把它擦掉的，因为之后我是另外去画了一个。但是很好笑的是，我画那个灯的时候，我忘了画上面的那个吊索，那个铁索，然后就一个灯悬空在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了，我就去把它改了。
但是那一段就没有录下来，都是最后了。我去收尾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灯是就是悬空在那个空中的，笑死了，简直。有很多东西，你如果不去细细的斟酌的话，你就会忽略掉它的存在。然后整个的那个背景呢，也是这一块会略微有一些亮，就是这个熊后面的这块地方会比较亮，然后天花板的那些地方能够透露出来的一些地方的话，那里面的调子包括光影可能就要略微的去减弱一点，然后要去画一些里面的一些剪影，比方说后面那个建筑会呈现出来的它的一些一些凸起啊，或者是里面一些小雕塑啊，当然我这里面没有画一些雕塑，都是一些凸起的一些调子。这块画的太死了，之后都是用笔刷去抹了，都去过渡了的。你只需要去画一个它的一个转折，一个对比就 OK 了。然后背后的话，这些地方都是加了那个叫什么栏杆、铁栏杆，这些窗子的地方，因为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地方嘛，要把他们俩困在那么一个室内的一个条件下，这是他的一个试炼之战，他不能逃离这个地方，他必须要打败这个熊怪，他才能够出去啊，或者是才能够通过考试才能够合格，所以一定要把他们俩困在这个地方哈，就不能让他们俩有可以溜出去的那么一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一定要稍微封闭起来。然后这里也是我去把它，因为我觉得原来那个画得很直的部分可能有一点无趣，然后我把这个地方破掉了。只是画这种东西，场景的东西，我也是好久没有画。而且你如果是歪着脑袋看，这个地方是歪的哈，它连接不起来。然后之后也是，我画的时候就一直这样歪着头去画，都得了偏景了。你们看的时候可以正着脑袋看，啊，不要太强迫自己了。然后这个背景是礼拜天来画的，礼拜天下午来画的。我一边听那个，我又再重新的听那个百家讲坛那个武则天的那个，就是蒙丹老师讲的那个，然后听入迷了，然后就一直在纠结那个背景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画那个，我是画那个愚人套牌的时候，我是听过那个武媚娘的，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这次也是我看见他们微博上又在转，然后我又去翻出来听，我觉得讲的真是超棒的。麦有问题吗？我声音很小是不是啊？然后其实画背景的时候，我没有去放大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像素去画，我现在就一直保持这么一个大小，就12.5%这么一个大小，就是要去看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当然，其实你如果是你有时间去收拾这幅图，比如说你有2个礼拜来画这张图，那你可以把每一个部分处理的比较精细一点。你把整体画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放大去画一些部分的一些细节，包括去贴一些材质，去表现一下墙壁的一些纹理啊，或者是怎么样啊，都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这幅画主体是这俩货，不是后面这个背景，所以我就没有太去管它，我稍微往后面挑一点呗。其实后面还有就是这一坨的那个烟雾的那个效果，因为它是一个变形怪，它是由一个人变成一个熊怪的，所以它会有在一个变形效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像那种魔法烟雾的那种感觉。那一坨东西都还没有画到，嘿嘿。我争取不拖堂啊，我先往后面拖一点，我略微拖一点。如果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不拖，就是跳过去不看。然后这个地方，这里
你们可以看得到，用一些很小的一些细碎的笔触去画了一些墙上的花纹，像这些地方啊，对对对，放大看这里可以看得到，就稍微就放大了一点点。其实如果你不是很，因为我这幅画还是画的比较草，背景画的比较草，所以那些花纹的地方都是随手随便去勾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管了。包括像是这种栏杆，其实这种栏杆应该用那个，就是按住 Shift 去画那个，我都没有按住 Shift 去画，直接是手拉的，画的好歪哦，都歪掉了，其实不太好。就你想画的更工整一些的话，可以就比如说先去拉一些直的那些线，按住 Shift 去画那一些直的线，然后再进行一些变形啊，再去怎么样画一下，旋转一下这样子，然后再贴过来就好了。然后画建筑也是要去画一些光影，因为整体房间里的调子会略微的偏暖一些，外面的调子会偏冷一点，而且外面的东西你不能就是说刻画的比里面要更细致，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重点放在你如果要继续进行刻画的话，可能是要放在这一坨的那个墙壁上，后背景的那些墙壁都是要去退下去的。就是要用一些对比非常弱的调子去表达它的光影，不用太过的强烈，而且边缘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硬一点的笔触去画。画那个背景的时候，好像我是换了一个笔刷，我是用了2个笔刷去画的，然后这里都是直接去拉的，丑爆了，这个线条都不是一样的粗细，真是够了。所以我应该是用 Shift 去拉的，就自己作死嘛，真是。对呀，我就喜欢吐槽，不管是吐槽我自己还是吐槽别人，要学会自我吐槽，对吧？才有进步的空间。然后这里是画了一个人影，就是其实你可以想象成是他的导师，就是他的导师。然后他站在这里观战，很冷静的观战，他就看他的徒弟到底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试炼。然后这个人影也不要把它画得非常的实在啊，涂一个很黑的影子在那儿，没有必要，画一个剪影就 OK 了，虚下去。那人影动了一下，是我在移动好吗？不是出轨了，不是鬼影子。怎么又有同学问我这张画花了多久啊？花了2天，快3天的样子。好，不要问我多大了，这是保密的。为什么有问题测试还有好几个？有什么好的原画设计的书请介绍下呗。就看你喜欢什么风格。原画设计的嘛，如果你是喜欢你有一些比较喜欢的一些项目的话，就可以买那种就是他们官方出的一些设定集，比如说魔兽的呀，比如说剑三的呀，他们的官方都会出一些设定集，当然你可以去买，这个是可以买。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画设计的话，就是一些大们出的，比如说像刘远的呀，还有那个我之前还买过那个，我有一些什么画集我都忘了，斗战神的也不错，斗战神的很好，然后桃园的不错，还有就是奇想三国的那个是叫奇想三国还是叫什么？他们风格都会，他风格会就是很个性化那种，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斗三仙的，也是腾讯的一个鹅厂的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他虽然不是画原画的，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牛逼，他的脑洞开得非常大，自己也出了一个画集，然后我也买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还有什么原画设计的？哦，还有那个暗黑系统的也不错。然后就是自己在网上收集一些嘛，比如说喜欢剑灵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韩式的很多都是韩国风的都网上都可以搜得到。国内的嘛，尽量去买一些正版吧。还有完美世界的也可以啊，完美的也可以。其他的嘛就看自己的喜好咯，对吧？讲的这个我画到哪了？哦，然后这里是去加了一些背光，对吧？刚才是去加了一些背光，然后这个也是绒毛的一些背光的话也要去画，但是呢要去注意一下，有一些很硬的部分和那种比如说皮肤过度的那些部分，还有就是那种绒毛很细的那些部分的，那个背光的那种粗细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粗度去画所有的背光，画到绒毛的部分的话，那些背光其实是很细微的，就稍微注意一下。稍微跳一下，然后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了，这里就开始去想去画一些那个光影，因为我这里是有一个那个正片叠底的图层，是稍微把上下两角去压了一下的。因为我画着画着我要去吸颜色嘛，我就会去把这个图层关掉，就这个图层10。我楼上的人又不知道在跳什么了，然后你们如果听到咚咚咚的声音不要奇怪啊，那是我邻居的杰作。然后还有同学问那个明暗交界怎么过渡？明暗交界怎么过渡？我刚才也说了哈，比如说你是明暗有冷暖的区别，你的过渡的话要去带一些它们之间的一些，就是那个色环上它们过渡的那个颜色。然后就明度而言的话，就是这边是暗部，这边是亮部，但这个过渡中间的那个过渡要介于它们俩的那个明暗之间，你要从两方面去考虑它。这样说不知道能不能够明白。这样画的话，其实不会那么的生硬的。稍微往后面跳一点，我还有背后还有个视频哦，这个步骤可以看一下。这里我是建了一个颜色减淡，颜色减淡以后，然后其实你看到我选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我就开始拉渐变，那个用拉渐变的方式，这里我放大一下，看不到呢，能不能够看到那个渐变？我鼠标不能移上去，不然它又会变黑。是第二个，然后是选的那个透明的一个圆形的，然后这样拉出来的那个圆形的那个渐变，就是它可以不停的叠加，小范围的进行一些叠加，你就可以一直去拉。能够看到吗？看得到我选的那个吗？这里就是开始画那个，它有一个护盾嘛，啪打开了一个护盾。不要问法师为什么有护盾，法师也有护盾。然后就这里开始画一个护盾，然后这个视频就没了。然后这个是看我的名字叫拼命细化，然后加收尾，我都拼命了，我都。哇，这视频好长啊！我要稍微加快一点速度，不然我又要拖堂了，我不能再拖堂了，这是够了，我每次都拖堂。然后这里也是用一个笔刷先去刷一下它的一个光效，然后我用了一个镜像模糊，我就去把它做了一个模糊的一个效果。其实我处理的我觉得效果一般，不是那么的 OK。然后我之后又去撤销掉了，我觉得那个确实不太好，我又换了一个。这些东西也是要
去试的，又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试出来。我应该用的是一个动感模糊，去旋转了一个角度，它有一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模糊的一个效果。然后就用那个橡皮擦，就是用那个非常，能不能够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很透的那个很模糊的那个橡皮擦去擦那个边缘，擦那个边缘。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笔刷，里面不是也有那种很肉的那种笔刷嘛，边缘非常模糊的，你也可以用那个稍微去画一下，然后再进行一个模糊的话，可能要比较 OK 一点。然后我就开始，这里是去提一个光线，因为，越是画面中心的那个部分，你越需要去加一点，让它就是说饱和起来，相对饱和起来。这里也是，这个光效也是用了一个镜像模糊的方式去做的，这个气氛，这个烟雾，然后用那个擦子。也是，就是我刚才擦那个笔刷的时候的那个擦子，去擦出那种效果。但是我不是说一下子就把那些东西都画完，因为我后面才去，就是完全再去强化那个东西。这个烟雾到最后我都还在收拾。这个盾不能算是一个光源吧？就这上面的这个表达算是一个怎么说？只是一个特效而已，你不能把它算作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光源。这样，当然你可以，如果是你一定要一个人顶着一个盾，顶着一个蛋啊，你可以让它发光，那个可以作为一个光源。但我其实这里的这个设定并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光源，它可能会对这个熊会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是很强烈的那么一个东西啊，它并不是一个灯泡哈，那作用并不是一个灯泡啊，强化它只是为了有那么一个效果，就是一个护盾的一个效果。还要投一些反光在熊脸上，确实你们想的要比我周全一些，我都没有想那么多。然后画这些烟雾也是用一些。因为我用的那个笔刷，我不是换过那个很柔的那个笔刷嘛，它其实是画不出什么，就是很明显的那种边缘的，需要用橡皮擦去擦掉，而且它画出来就是很平均的一坨的那种感觉，你就必须用橡皮擦去擦掉一些地方。还有些什么问题？